听到对方的质问，叶晨微微一笑，淡淡道：我不仅知道梅玉珍，我还跟她一起吃过饭。她在普罗维登斯化名陈丽萍，身边还有一个名叫徐建喜的，跟她一起演两口子，我没说错吧？听到叶晨这话，不但那个马叔表情骇然，就连郎红军也是瞠目结舌。他不知道梅玉珍是谁，但他知道陈丽萍。就是陈丽萍跟她的妈妈说，墨西哥这边在招海员，而且待遇很好。自己的妈妈还一度很感激她，认为她的帮忙拯救了整个家庭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个女人竟然如此歹毒，想把自己的心挖出来卖掉。想到这里，他忍不住问叶晨老弟：你怎么会认识陈丽萍？你难道也是被陈丽萍骗过来的吗？叶晨轻蔑地笑了笑，淡淡的老哥，就那个陈丽萍那点斤两，根本不可能骗得到我。那马叔眼看叶晨一脸不屑，心中忽然多了几分慌乱。他觉得叶晨既然已经知道了梅玉珍的真实身份，却还敢孤身一人独闯龙潭虎穴，这就足以看得出此人必有后招。于是他忍不住问：兄弟，我看你胆识过人，绝非一般人物，我看你就别卖关子了，你直接说明来路，若咱们是一条道上的，我马奎绝不会对你动手。叶晨只笑道：就你们这点买卖，说实话我是真瞧不上，费尽心思的把那些个经济困难的人骗过来，再把人家杀了取器官，你们这种做法比那些残害儿童的丐帮还要恶心得多。说难听话就是他妈的不要逼脸，我叶晨叱咤风云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跟你们在一条道上？马奎心里更是慌乱。他发现叶晨自打说出梅玉珍的名字之后，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之色，而且看自己的眼神也充满了讥讽与鄙视。如果他没有绝对强大的自信，是绝对不可能这么有底气的。一想到这，马奎冷汗都冒了出来。原本他已经发狠，要扣动扳机，一枪把叶晨干掉，可是现在他这扳机是无论如何也扣不下去了。他难掩紧张地问叶晨兄弟：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既然知道我们干的是什么买卖，就应该知道我们都是一帮杀人不眨眼的主，就算你真的来头很大，可是在墨西哥这1亩3分地上，我还真未必会怕你。叶晨微微一笑，开口说道：我看这里大多数都是墨西哥人，想来你一个华人应该很难在这里做到老大的位置，是不是你们老大不在这儿？马奎点了点头，正色道：我们老大有多条业务线，这里只是其中一条，鄙人不才，是这条业务线的负责人。你接触过的梅玉珍就是我在美国的下线之一，我在美国还有加拿大，有好几个下线专门为我输送货源。叶晨微微点头，开口道：我有一些大生意想跟你们老大谈一谈，你可以打个电话让他过来，我在这里等他。马奎皱了皱眉，谨慎地说道：兄弟，你不表明你的身份，我是不可能通知我们老大的。我们老大在墨西哥的犯罪集团老大里，至少也是能排进前10的。你想让他来见你，就得拿出能请动他的身份。叶晨不屑地笑了笑，随后不露声色的轻松将手腕上的扎带挣断。紧接着他便非常淡定地伸手进自己的口袋里，掏出了那张全球限量几十张，整个华夏也不过仅有几张的黑金卡。一众人这时候才反应过来，叶晨竟然挣脱了扎带。当他们表情惊骇不已，来不及去想叶晨究竟如何做到的时候，叶晨已经轻轻摇晃起了手里的那张黑金卡。随后他将卡片直接丢向马奎，冷笑道：来，睁大你的狗眼，给我好好看清楚，认不认识这个东西？马奎慌乱地伸出手去，才堪堪将那张黑金卡接住，随后他定睛一看，
顿时大惊失色。花旗银行的黑金卡，他虽然没见过实物，但是也早有耳闻。他不由在心中暗忖，妈的，这种黑金卡全球限量也不过几十张，能办得到这种卡的，先不说卡里有多少钱，但资产一定超过100亿美金。100亿美金在墨西哥这种穷乡僻壤是什么概念？他妈的已经多到没有概念了，卧槽！想到这里，他不禁低下头去，仔细观察着这张黑金卡。这张卡做工极其精美，无论是质感还是触感，都是他这辈子也不曾在一张卡片上见过的。黑金卡表面那略带磨砂质感的浮雕，简直精美的堪比艺术品。而在这张黑金卡的左下角，还有用钢印打得凸出来的英文字母，正是叶晨名字的大写拼音。这一刻，马奎在心中惊叹，这他妈是真货啊！下一秒，马奎的双手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马奎也算是一个练家子，别看岁数大了，身手要比一般同龄人好出不少。这家伙单手能压得住连发的 X47， 可现在双手却捧不住一张仅有几克重的银行卡。此时他在看向叶晨，眼神之中已满是敬畏与恐惧。他忍不住哆哆嗦嗦地问道：“兄弟？”“哦，不对，叶先生。不知您忽然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”马奎可不是愣头青二傻子。当他看到这张卡的时候，他就知道叶晨一定极有实力，甚至资产都应该在100亿美元以上。而这一刻，他也不再觉得此时自己还有什么主动权，因为他很清楚，像叶晨这种身价的人，如果还敢用自己的真实身份，拿自己的血肉之躯以身试险的话，那这个险在他的眼里就绝对没有任何威胁。叶晨之所以敢用真名跟这帮人接触，一方面是他全然不惧这帮人的打击报复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这帮人有一个算一个都得死。而另一方面是他知道梅玉珍跟他们肯定没有任何联系。自从梅玉珍逃离普罗维登斯，他就断掉了跟同伙的所有联系方式，这是这只老狐狸的自保方式。短时间内就连万隆店都找不到他的下落，足以证明他有多谨慎。所以自己就算用真名，也根本不用担心这个组织在自己出现之后会跟梅玉珍通气。叶晨见马奎一脸慌张，便讥讽道：“瞧你吓的那个鸟样，你手里有枪，身边有这么多条狗，都不够给你壮胆儿的吗？”叶晨越是嚣张，马奎和旁边的阿亮就越是慌张。叶晨见马奎的冷汗已经顺着额头流到脸上，便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行了，跟你说实话吧，我现在手头就缺一些像你们这样的，专门干脏活，干下三烂勾当的瘪三，所以就过来考察一下，看看你们到底有几斤几两，